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眼看萧炎被陨落心炎吞噬，苏千阴含着声音说：“畜生，今日拼得这条老命，也要将你永世封印。”说完，一道异样的黑芒从苏千体内迅速涌出，最后在天空上形成一道厚实的能量黑网。这道能量黑网一出现，就极为诡异地套在了陨落心炎上面。见黑网下的陨落心炎不断挣扎，苏千狠狠一拳砸在胸口，一口鲜血狂喷而出。遭受苏千这拼命一击，陨落心炎再也坚持不住，被黑网包裹着，狠狠地砸进了天坟炼气塔地底深处的岩浆世界中。随着陨落心炎被封印，内院的这场浩劫也终于结束。萧炎自从被吞噬后，就彻底失去了意识，让他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是深入骨髓的痛。萧炎睁开眼后，发现自己正身处茫茫岩浆之中。等他稍微恢复清明后，药老有些微弱又苍老的声音在他心中响起，说这里是地底深处陨落心炎出生的地方。萧炎急忙在心中问药老他怎么样了。药老声音有些急促地告诉萧炎，他还能支撑一段时间。萧炎已经被陨落心炎拖到这里将近半个月了。这期间，陨落心炎一直试图炼化他体内的青莲地心火。在萧炎昏迷时，是药老一直用古灵冷火在替他防御，但消耗太大，药老也快坚持不住了。萧炎心中涌上一片慌乱，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声音干涩地问药老怎样才能逃离这里。许久之后，药老才回答萧炎，他也不知道，这里是地底深处，在这里陨落心炎的力量几乎是源源不绝，除非他回到巅峰时期的实力，才有可能突破他的封锁。若不是有古灵冷火，萧炎早就在昏迷时就被陨落心炎烧得连渣都不剩了。萧炎握紧拳头，眼中闪烁着不甘，还有很多事等着他去做。萧家的耻辱需要他去洗刷，失踪的父亲需要他去寻找，薰儿更是在等他成为强者出现在他的面前。所以萧炎绝不能死在这里。感受到萧炎强烈的求生欲望，药老轻笑着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那我拼了这把老骨头也会为你出一分力。”他告诉萧炎，古灵冷火还能坚持3天的时间，3天之后，他会将仅剩的灵魂力量全部给他，随后他便会陷入沉睡，剩下的就全看萧炎自己了。萧炎眼圈泛红，低声让药老放心，自己答应了要为他炼制可以容纳灵魂的躯体，又怎么会将命丢在这里？萧炎从纳戒中将孕育了青莲地心火的莲台取出来，坐在上面修炼。看着青色莲台，药老让萧炎在他沉睡之后，要是坚持不住了，就将地灵丹服下，或许可以多扛一段时间。望着逐渐进入修炼状态的萧炎，药老沉默了许久，叹息着说：“小家伙，这或许是你的一个劫难吧。我能预感到，若是你能从此处顺利逃出，必然会蜕茧化蝶，届时你将会成为真正的强者。而此时，原本因为战斗变成一片废墟的内院，逐渐被整顿一新，依旧具备提升修炼速度的天坟炼气塔也是开启的。失去了萧炎的盘门，虽然一直笼罩着一层黯然的气氛，但盘门的实力却犹如雪球一般越滚越大。就连紫妍都宣布了加入盘门。天坟炼气塔的第8层，内院的长老们正聚集在此开会。领头处的苏千坐在轮椅上，白发苍苍的样子显得格外的老。当初参加袭击内院的黑角域强者的来路都已经调查清楚了。苏千嘶哑着声音吩咐长老们，1个月后聚集人手，一个个的找上门去。内院的耻辱需要他们慢慢来还。众位长老的心中也十分愤怒。黑角域强者的突然袭击，如今不仅传遍了黑角域，还已经扩散到了大陆上。若是不加以回击，日后迦南学院该如何立足？苏仙想到不知生死的萧炎，轻声叹气。他知道萧炎有个二哥，曾经来了迦南学院后又去了黑角域，所以他吩咐暗中保护一下萧丽，就当是还萧炎对内院的恩情。药老将修炼状态中的萧炎唤醒，告诉他自己即将达到极限了。随着青莲地心火的浮现，药老让萧炎保重，他们师徒俩的命全在他手上了。接手了药老先前的工作，萧炎才明白与陨落心炎对抗的消耗有多庞大。他觉得自己恐怕连1周的时间都坚持不住。望着外面无穷无尽的无形火焰，萧炎心中一片苦涩，期待着会有奇迹出现。萧炎并不知道自己坚持了多久，他只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似乎隐隐出现了一些对火焰的抗性，也正是因为这丝抗性，才让他未曾发疯。拥有灵智的陨落心炎，还有着远非人类可比的耐心。他选择用慢火缓缓地炼化萧炎，在陨落心炎源源不绝的炙烤下，萧炎整个人都处于一种迷糊的状态，机械化地调动着体内的青莲地心火，来抵御陨落心炎的焚烧。将萧炎从模糊状态中惊醒的是他手臂上传来的温凉感觉。
这股温凉让萧炎猛地睁开双眼，望向手臂上被遗忘了的七彩吞天蟒。萧炎的精神一振，在这种孤独安静的令人发疯的地方，突然出现一个能和自己对话的东西。萧炎的心情十分激动，而此时吞天蟒那对妖艳的舌头正不断变换着颜色，显然这里面的两个灵魂正在争夺着身体的控制权。最后争夺到身体控制权出来的是美杜莎女王。美杜莎一现身就被有所察觉的陨落心炎攻击。虽然美杜莎没有异火，但毕竟实力摆在那里，她随手一挥就将无形火焰抵挡住了。在看清自己身处的环境后，美杜莎的脸色十分难看。察觉到美杜莎冰冷的目光，萧炎不着痕迹地往后坐了坐，他眼睛在美杜莎完美的赤裸娇躯上扫了扫，随后便飞快转移。美杜莎从萧炎这里得知两人的处境后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十分后悔当初没直接杀了萧炎。萧炎尴尬地笑了笑，小心翼翼地向美杜莎提出联手突破陨落心炎逃生。美杜莎冷着一张脸，让萧炎将药老叫出来。凭萧炎的实力，就算他们联手也破不开异火。萧炎苦笑着摊了摊手，说老师已经沉睡了。美杜莎心中怒火大盛，扬起手掌，恨不得一掌将萧炎拍死。到了这种地步，萧炎也不再管会不会激怒美杜莎，摊了摊手，说杀了我你也出不去。美杜莎冷笑一声，说本王什么险境没遇见过，区区一火想将我留下来可没那么容易。说完，美杜莎就不断攻击包裹着他们的陨落心炎，但她的攻击不仅没有起到什么作用，反而将陨落心炎激怒。美杜莎脸颊陡然一变，手捂住心脏所在的部位，嘴里怒骂：该死，这究竟是什么东西？它什么时候进入我体内的？看到美杜莎的样子，萧炎心中暗叫不妙，随后他感受到一股极其炽热的心火突然出现在体内。萧炎苦笑一声，他知道这次真的要完蛋了。就在萧炎因为体内高温即将失去意识时，美杜莎的尖叫声响起，他挣扎着睁开眼睛，看到美杜莎正抱着脑袋，一脸的痛苦之色。在他的头顶上，两个有些虚幻的人影和蛇影正在无形火焰的炙烤中不断纠缠。萧炎心中暗骂美杜莎白痴。陨落心炎对灵魂体有着巨大的伤害性，而美杜莎的灵魂并未彻底占据躯体，此刻能够直接灼烧灵魂的陨落心炎便是他真正的克星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